如果你这几天打开看盘软体，看着账面上的未实现损益，看着手上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科技股，心里觉得毛毛的，甚至有点恐慌，那我必须说，你的盘感非常敏锐。2026年开年走到现在，美股已经不再是去年那个随便买随便赚的舒适圈了。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估值大屠杀，三大指数连连下挫，科技股成了重灾区，许多个股甚至跌破了重要的长天期均线。很多散户还沉浸在过去的牛市美梦里，看着大盘稍微跌个3%、5%，就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准备把定存解约去办个房屋增贷，无脑进场抄底。在投资市场里，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那些每天在电视上播放的利空新闻，最可怕的是你根本没注意，但大户早就已经在偷偷大逃亡的资金挪移现象。最近华尔街流出了一份内部追踪数据，这份报告统计了今年2月份全美国上市公司的执行长、财务长以及董事会里的那些核心高层们，他们私底下拿着这家公司的股票到底在干嘛？在整个2月份，这些最了解公司内部营运的高层们，他们卖出自家股票的人数，竟然是买进人数的整整4.2倍。这让彭博社后台长期追踪的一个关键指标——内部人事交易比率，飙到了过去5年来的最高警戒线。你以为这只是几个人在卖吗？根据外媒的追踪资料，这群人在2月份总共净卖出了高达49亿美金的股票。那他们掏钱买了多少？只有区区的2.7亿美金。卖出的金额足足是买进金额的18倍以上。当市场上各行各业的高层不约而同的在同一个时间点疯狂倒货，把股票换成现金，这传递出一个极度明确的讯号：未来的总体经济风险已经远远大于继续抱着股票的利润。所以这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大老板到底看到了什么我们散户看不到的黑天鹅？今天我要为你彻底剖析当前投资市场里3个正在引爆这场股灾的定时炸弹。我不会叫你明天就把股票全部砍光，因为盲目恐慌只会让你死得更快。我要做的是把这些复杂的总体经济变化翻译成你听得懂的白话文，让你在面对接下来的震荡时知道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喜欢这种直击真相的深度分析，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AI 泡沫开始啦！说到现在的美股大跌，绝对绕不开 AI。这2年只要公司名字沾到 AI 2个字，股价就开始乱喷。但现在他们跌的也最凶，粉丝都知道我一直是非常看好 AI 产业链的长期发展的，但也正因为我重压，所以我对它的潜在风险永远是拿着放大镜在检视。一直以来不乏这样的声音 ，AI 股票的本益比太高了啦，已经泡沫化了，或是说，你看那些导入 AI 的软体公司根本没赚到钱，这只是一场炒作。老实说，这些看出来的观点都太表面了 ，AI 到底会不会继续崩盘？我们必须从最底层的商业逻辑来拆解，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2026年这些做晶片、做伺服器、做散热模组的 AI 概念股，凭什么能继续涨？答案很简单，就8个字：订单满载，现金狂飙。只要有客户愿意疯狂下单买他们的 AI 设备，这些代工厂的财报就会无敌漂亮，未来的盈利指引就能一次比一次高，股价当然有燃料继续往上冲。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谁在买这些贵得吓人的 AI 设备？这笔钱到底是谁出的？这股推动全球 AI 狂潮的资金主要来自4个超级富爸爸，也就是我们熟知的4大科技巨头：微软、亚马逊、谷歌，还有脸书。根据华尔街的预估，这4大巨头在今年预计要向整个市场砸下超过6000亿美金的资本支出。这笔天文数字就是用来建置庞大的资料中心、买顶级晶片、买冷却设备的。这6000亿美金就是灌溉整个 AI 股市的生命之水，只要这个水龙头不关 ，AI 供应链就能继续吃香喝辣。但是关键也藏在这个资本支出里。这4大巨头现在面临着极大的内部与外部压力，华尔街的法人开始质疑他们：你们每年烧几千亿盖 AI 基础建设，可是你们靠 AI 变现赚回来的钱却不成比例，这样无底线的烧钱，股东的利润都被吃光了。对于这些巨头来说，他们现在是咬着牙在投资。因为谁都不想在未来的 AI 军备竞赛中落后，可是万一外在的总体经济环境不允许他们继续烧钱了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恐怖剧本。如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总体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恶化，比如中东战争导致油价失控，通货膨胀再次爆表，美国联准会为了压制物价，不但不降息，反而维持高利率，甚至升息。当大环境变得极度恶劣，企业借钱的利息高得吓人，老百姓因为物价太贵而缩减消费，这时候
这四大巨头的董事会有可能会召开紧急会议，然后做出一个残酷的决定：我们的核心业务正在衰退，我们不能再这样无底线的烧钱搞 AI 了，必须保留现金过冬。原定的6000亿美金的采购计划全部放缓或砍半。一旦这个富爸爸断金元的动作发生，这就是 AI 泡沫破裂的隐性。因为巨头不买设备了，台湾跟美国那些 AI 供应链的订单就会瞬间消失。原本靠着未来会一直高成长的梦想所撑起来的40倍、50倍超高本益比，就会在一夜之间崩塌，资金会无情的大撤退，股价将面临史无前例的估值大屠杀。这才是你真正需要害怕的 AI 崩溃剧本。而什么东西会逼迫这些巨头缩减支出？答案就是通货膨胀与高利率。那通膨的源头在哪里？我们接着看第二个鬼故事。原油危机即将开始。如果说 AI 泡沫是悬在半空中的箭，那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鬼故事就是直接拿着刀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脖子上了，那就是中东战火引发的极端原油危机。我们都知道中东在打仗，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场仗已经打到全球能源大动脉的咽喉上了。在今年的3月3日，被誉为全球石油命脉的荷姆兹海峡遭到实质性的封锁，这导致全球每天的原油供应硬生生被砍出了一个将近2000万桶的巨大缺口。有些人会乐观的想，安啦，美国有几亿桶的战略储油，台湾也有安全存量，政府释放库存撑一下就过去了。如果你这样想，代表你完全不懂能源市场的底层逻辑。美国的战略储备确实能救急，但它救不了穷。现况是，即便有美军舰队在那边扫雷护航，即便有些油轮不惜成本绕大远路，荷姆兹海峡现在的实际运输量跟开战前相比，依然是呈现毁灭性的暴跌。这就引发了一个连环的死结。如果这种封锁状态拖到4月份，我们将面临一个史无前例的灾难。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的权威报告，中东那些产油国的储油罐已经逼近满载，快要塞爆了。这是什么意思？我用最白话的方式解释给你听。产油国就像是一间生意很好的手摇饮料店，平常他们煮好珍珠泡好茶，外送员就会马上来接单送走。但现在因为外面的马路被封锁了，外送员进不来，可是店里煮茶的机器还在一直运作，结果整间店的杯子跟水桶全部装满了珍珠奶茶，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当储油罐装满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被迫去把抽油的马达给关掉。这在能源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技术性减产。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钻油井这种重工业设备一旦关闭停摆，未来就算海峡重新开放，你要让它重新恢复生产，需要花费极长的时间和庞大的重启成本。一旦发生这种极端的技术性减产，全球原油市场的供给将会彻底断裂。华尔街的能源分析师已经给出预测，如果这件事成真，国际原油期货指数极有可能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直接冲破每桶1047美元的历史天价。各位，油价飙破140美元是什么概念？石油是所有工业的协议，油价一飙，货柜轮运费涨，卡车运费涨，然后你吃的便当、买的衣服、盖房子的钢筋水泥，全部都会跟着疯狂涨价。这将直接导致全球的通货膨胀率失控。最坏的剧本就是重演1970年代的噩梦——停滞性通货膨胀，也就是物价天天涨，但经济却不成长，大家薪水没变多，甚至还面临大裁员。一旦通膨压不住，美国联准会就绝对不敢降息，甚至会重启升息循环。这时候，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鬼故事就会应验。高利率环境下，科技巨头借钱成本大增，被迫缩减 AI 资本支出 ，AI 股市跟着崩盘。不过，麦门在这边还是要给大家留一线生机。事情虽然严重，但我们来看政治的现实面。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现在是高涨的。根据最新民调，有近半数的民众认为，现在执政的川普政府必须为高涨的能源价格负起全责。不少选民受不了物价继续涨下去了。今年是什么年？是美国的。美国期中选举，这攸关了政客们的饭碗跟国会的控制权。发动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可以让执政者看起来很强悍，但如果深陷战争泥潭，让老百姓连开车加油都觉得痛苦，绝对会在美国期中选举时用选票狠狠教训执政党。所以我大胆推测，在政治利益的驱使下，美国政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强迫各方上谈判桌，把这场战争给平息下来。他们必须保障海峡的通畅，把油价压下去，否则年底的选举就直接崩盘了。1.7兆私募信贷风暴。
我们已经把 AI 和原油的风险梳理清楚了。接下来我要讲第3个鬼故事。如果油价真的引发了高利率环境，那在金融市场里最先死掉的会是谁？当然是那些体质最差、借了超级高利贷的中小企业。而这就牵扯出了目前华尔街最忌讳讨论的私募信贷。为了让大家听懂，我用最生活化的方式来解释什么是私募信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华尔街合法开设的企业专属高级当铺。在正常的社会里，一家公司如果需要钱周转，应该去跟商业银行借。但是这几年政府对银行的监管越来越严，如果这家公司财务报表很难看，抵押品不够，或者是它只是一间还在烧钱、没有稳定获利的新创公司，银行为了控制风险，根本不会把钱借给他。这时候，私募信贷机构就跳出来了，他们对这些走投无路的公司说：“银行嫌你穷，不借你，没关系，我借你，我不啰嗦，审核超快，2个礼拜资金到位。但是因为我承担了高风险，所以我的利息超级无敌贵，动辄10%、15%起跳。过去这10几年，因为全球利率很低，投资人到处寻找高报酬的标的，看到私募信贷有这么高的利息，资金就疯狂涌入。到了今天，这个高级当铺的市场规模已经膨胀到了不可思议的2兆美元。为什么这是一个定时炸弹？因为这个市场不公开、不透明，缺乏政府监管，这里面充斥着大量违约风险极高的次级贷款。一旦我们前面讲的油价涨、通膨高、利率降不下来等总体经济现象恶化成真，这些原本就体质孱弱的中小企业根本付不出那15%的高额利息，他们只能选择破产倒闭。这时候把钱投进私募信贷的投资人，包含富豪避险基金，一听到风声就会恐慌的跑去机构说：“我要赎回，把钱还我。”可是私募机构的钱早就借出去了，变成了一堆烂账，根本拿不出现金。最后他们只能被迫贱价抛售手上的其他优质资产来换钱，这就会引发一连串的金融踩踏事件，拖累整个大盘跟着陪葬。事实上，全球3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在3月份的报告中已经发出警告，目前的私募信贷违约率已经悄悄攀升到了 9.2%， 这个数字正在加速恶化。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这剧情很耳熟？把钱借给还款能力差的人，最后爆发违约潮，这不就是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次贷危机的翻版吗？各位，先别自己吓自己，我帮大家做一个真实的数据对比。2007年，那个搞垮全球的 MBS 市场规模高达当时金融板块市值的200%到300%以上。它绑架了全世界所有的传统商业银行，引发了系统性的流动性枯竭。但是今天的私募信贷规模大约只占了整个金融板块市值的25%左右。更重要的是，像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这种顶级传统银行，他们早就闻到血腥味了。最新的财报显示，他们已经在主动缩减这部分的业务规模，并拉高了对这一类机构的审查标准。这代表，就算私募信贷真的爆炸了，它的杀伤力跟2008年比起来，根本是小巫见大巫。08年是毁灭全世界的核弹，但今天的私募信贷更像是一个只烧毁特定街区的森林大火。它会让华尔街流血，会让大盘剧烈震荡，但它不会摧毁整个银行系统的根基。散户的生存方法。听完了这3个环环相扣的鬼故事，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觉得很沉重？其实，作为一个在市场里身经百战的老散户，我要告诉你一个反直觉的观念：我们散户其实不用太害怕市场突然的暴跌，因为在金融市场有一句话叫"急跌出生低"。如果股市因为某个突发的利空新闻，在1-2天内闪崩个1-2000点，把恐慌情绪一次杀完，这时候各种超跌指标都会亮起红灯，我们反而可以大胆的拿着现金进场去弯腰捡钻石，过几天反弹，利润就进口袋了。我个人最害怕也最容易让散户把本金磨光的市场状态，叫做拿着钝刀子割肉，也就是大盘指数每天半死不活的，均线慢慢往下弯，经济数据出来告诉你衰退好像要来了，企业开财报业绩都很平庸，但通货膨胀偏偏又卡在一个高档下不来，联准会死都不肯降息放水。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盘势里，你买什么套什么，想停损又觉得舍不得，想加码又怕继续跌，你每个月只能在痛苦中等待新的经济数据公布，完全看不到隧道的尽头在哪里，这才是最折磨人的。现在的市场已经隐隐约约飘出了这种钝刀子的味道，我们不能凭感觉做交易，我们必须在心里画出一张作战时间表。我帮大家整理了2026年你绝对不能错过的4大关键时间点，这攸关你今年能不能把财富守住。第一，
4月10日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发布，这份通膨报告将会最真实的反映出3月份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油价飙涨之后，对美国物价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实质杀伤力。市场现在都有心理准备，通膨会涨，但如果涨幅远远超乎预期，那天晚上的美股可能会血流成河。第二，5月份联准会新任主席就职，换了个新脑袋，货币政策会不会大转弯？这位新主席对目前高通膨、高利率的环境有什么看法？他上任后第一次的公开发言，这偏向放水救市，还是继续下重手压通膨？这将定调下半年全球热钱的流动方向。第三，从4月一路延续到10月的财报，这期间会经历第2季和第3季的财报季，请你记住，不要只看公司过去赚多少，那都是看后照镜开车。你必须死死盯住那4大科技巨头在法说会上给出的未来资本支出预期指引。只要他们开始暗示我们要缩减 AI 的基础建设投资，那么 AI 概念股就要小心了。最后就是11月3日的美国期中选举，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席次争夺战。这场选举的结果将直接决定美国未来的国家预算怎么花，税收政策怎么改，甚至对中东战争的态度会不会大转弯。这是今年第4季引发市场最大波动的政治因素。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当个靶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去无视风险，但我们也没有必要跟着新闻媒体起舞，去无限放大恐慌。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看懂大户为什么在历史高点抛售股票，明白原油、通膨、利率与 AI 产业链之间环环相扣的底层逻辑，你才能在每一次的市场震荡中保持客观与理性的心态。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样直白深度的总经分析，请务必帮我点个赞，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还在看新闻、盲目买股票，或是每天焦虑的睡不着觉的朋友。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这3个鬼故事，你觉得哪一个最有可能在今年引发大股灾？你现在的投资策略是准备抱紧股票，还是已经换成现金在场边观望了呢？我是麦门，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